奇怪了，如果他真是我的亲爸爸，那为什么妈妈临终前要给我6个名字？更奇怪的是，妈妈又凭什么确信这些素未谋面的爸爸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下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我一定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公，快来看看我们可爱的小女儿。萌萌，这是爸爸。爸爸，哎，乖萌萌，从今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萌萌，你能也叫我一声爸爸吗？爸爸。顾叔叔，我现在已经有爸爸了。这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萌萌，你的感受最重要，我们永远支持你的决定。啊！萌萌，永远不用跟我说对不起。谢谢你，顾爸爸。鼻涕。顾叔叔，你放心，萌萌在徐家一定会得到比钻石更珍贵的呵护。老公，我没听错吧？5年了，几年第一次说出完整句子。这孩子简直就是我们徐家的奇迹呀！嘿嘿。不好意思啊，各位，让你们见笑了。徐氏向来一言九鼎，有你们的承诺，我就放心了。我说过的话依然算数。从今往后，我顾氏所有的资源都会全力以赴地托举萌萌。你大伯领了个女儿回来？什么？大伯居然领了个野种回来？娇娇啊，我可怜的女儿啊！徐家原本就你一个女孩，你大伯把你当亲女儿，手里的家产都给你留了一份。现在呀，不行，我绝不能让那个野丫头抢走属于我的正果。萌萌，明天跟我一起上学。娇娇，徐锦年刚才说话了，不仅开口说话了，甚至还这么亲昵的抱着那个野种。我已经联系了南城实验小学的王校长，给他们捐了2栋楼。萌萌，明天啊就可以和哥哥一块去上学了。什么？2栋楼？配不配？他不配，你配？不是啊，锦年，我的意思是，萌萌在孤儿院没读过什么书，南城可是顶尖学府，难免会丢了徐家的脸。是啊，而且他这么穷酸，丢死人了。1个小时之内，小小姐的所有仪式跟用品全部按照最高规格置办。记住，所有东西只去云端购买。什么？云端？云端随便一个东西都是7位数啊！小野种还抢我的东西，日子到头了。
老公，你看，我们那个对谁都冷冰冰的儿子，却会为了萌萌动怒了。或许，这孩子真的是锦年的良药。是啊，这些年少爷加起来说的话，还没今天说的多。那可是云端啊，随便一条手帕都可以买套房。我居然把该花给我的钱给这个小野种用。明天在学校，我一定要让他好看。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才是你们真正该捧着的掌上明珠。小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我们来教算术。好，现在大家把书本翻到第2页，1加1等于2。同学们，今天咱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老师好，同学们好，我叫阮萌萌。哇，好乖啊，好像洋娃娃。和他的名字一样，真的很软萌耶。哪里可爱了？他明明就是个坏孩子。思思，你不喜欢新同学吗？我才不会喜欢爸爸的私生女。安静。对不起，陈老师，这种品行恶劣的草包，我不讲。于老师，请你注意言辞。我们附中建校100年，向来只培养精英。我教出来的徐锦年、徐娇娇，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而他，一没有经过任何考试，二又品行低劣。我不认为他配做我的学生。老师，明天插到您班上的阮萌萌是我们家从孤儿院领养的，她不太聪明，还有些小偷小摸的坏习惯，所以如果哪里冲撞到了您，我先替她向您道歉。阮萌萌，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人成为我的学生。于老师，你作为老师，我希望你谨言慎行。你说萌萌人品低劣，有什么证据？我自有我的渠道和判断。更何况，这种福利院出来的孩子，能养出什么好苗子？我看他大字都不认识几个吧。老师，萌萌是聪明的好孩子，我会证明给您看的。哎，不需要，我不想浪费时间在你这种废物上。萌萌不是废物，如果您不信，可以考我。好啊，那我就满足你。既然你非要丢人现眼，你不是自诩天才吗？那就把这道试题做完吧。这是初3奥数选拔题。于老师，你让一个5岁孩子做这个？既然他能直接进入我们附中，想必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我不过就是想考量一下他的思维，有什么问题吗？萌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这题对你来说太难了，要不咱们……老师，我可以。不是说很难吗？就这可比妈妈平时给我出的练习题简单多了。
怎么，我们的小天才这就遇到难题了？于老师最讨厌学习不好还品行不端的人。阮萌萌，这下看你还怎么翻身！就他这个样子，该不会刚刚就是在撒谎吹牛吧？我妈妈说，孤儿院的孩子是会偷东西的，都不要跟他玩。哟，这就答不出来了。废物就是废物。我劝你现在就乖乖承认自己是在撒谎，然后从我的教室滚出去。于老师，你实在是太过分了，师德二字你还知道怎么写吗？萌萌，别逞强，这个试卷咱们不做了。老师，我皱眉是因为没想到这题这么简单。哼，简单？陈老师，你听到了吧？他又在吹牛。一个5岁的孩子说奥赛题简单，这不是撒谎吗？难道他真的在说大话？装模作样，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于老师，你这样难为一个孩子，要是闹大了，我可保不住你。那又怎么样？是他这个所谓的小骗子，非要用实力证明自己，跟我有什么关系？老师，我结束了。啊？怎么这么快？萌萌，这题你没做出来也没关系，今天老师在这儿，看谁能撵你出去。陈老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执教这么多年，又不是没见过白卷。全对。什么？这怎么可能？萌萌，你真是个天才。萌萌早就说过了，这些题超简单的。不信，你在撒谎！选择全对，填空全对，连大题也全对。于老师，现在萌萌已经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你还有什么话说？陈老师，你在帮他作弊，对不对？于老师，你说话要讲证据，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帮他作弊？你要证据是不是？这个卷子干干净净，一点思考的停顿都没有。这么快的答题速度，要么就是提前知道答案，要么就是他是天才。他一个孤儿院出来的野孩子，绝不可能是后者。陈老师，看来你也相信了吧？他就是在作弊。我们南城附中100年声誉，绝对不能毁在作弊这样的丑闻里。等爸爸知道你这个撒谎精的真面目，看他还会不会把你当宝贝。老师，其实这些题我根本不需要作弊。都这种情况你还在狡辩？这种题的难度，就算徐娇娇也要运算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你竟然这么快就能做对，我看你根本就是在狡辩。你当所有人都是傻子，还是真当自己是天才？我就是天才，我妈妈是天才科学家，萌萌当然也是天才。荒唐，简直是荒唐！你的家长是谁？赶紧把你的家长叫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家长会领养你这种孩子。不必等了，我已经到了。
别害怕，爸爸在这儿，爸爸保护你。什么？顾思思家长，思思在那边。重新认识一下两位老师。阮萌萌是我顾云海的女儿。天哪，思思，这不是你爸爸吗？怎么突然变成新同学爸爸了？凭什么？明明老师都认定他作弊了，爸爸还这么护着他。顾先生，这其实是个误会。哦，误会。那我倒想请教一下于老师，什么样的误会能让你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这么欺负一个5岁的孩子？顾先生，不管您是谁家的家长，阮萌萌作弊在先，这就是证据。我们家萌萌从不撒谎，更不屑于作弊。作为一个老师，不相信你眼皮子底下的考试结果，却在这主观臆测我的女儿。顾先生，您这是在公然质疑一位特级教师的判断。怪不得这个野丫头如此狂妄，原来是家教使然。萌萌还轮不到你来评说家教。你们来接我啦！指控作弊需要确凿证据，而不是仅凭主观臆断。于老师，这么简单的道理，不用我教你的。徐夫人，你在质疑我？徐夫人，我的判断不会有错。像阮萌萌，她就是作弊，证据确凿。不然我也教不出锦年这么优秀的学生。这种孤儿院出来的野孩子，她不是野孩子，她是我们徐家的大小姐。刚刚顾先生说萌萌是他的孩子，这怎么又是徐家的？不管他是谁家的，都是我们的宝贝。萌萌，告诉妈妈，你作弊了吗？没有，这些题目虽然都出自国家研究院数学教授之手，但都是最基础的题型。萌萌的亲生妈妈教过更多更难的延伸题，所以这些题对萌萌来说真的很简单。我们萌萌真是小天才。于老师，听清楚了吗？我女儿不仅能答对题目，而且连题型出处都了如指掌。这样的实力，还需要作弊吗？即便如此，他公然顶撞师长也是事实。徐夫人，你真要留着这野丫头在身边，她迟早会拖累徐家，更会拖累锦年。我作为锦年的老师，第一，我真正的老师是研究院的院士，你还不配。第二，我妹妹的品行轮不到你来质疑。第三，你四处宣扬你是我的启蒙恩师，我懒得跟你计较。但你今天欺负萌萌，我和徐家绝不会轻饶。哼！我会通知校长，于老师眼盲心瞎，师德有亏，实在是应该好好去看看医生。教书育人这样庄严繁重的工作，以后就不必再做了。
我们萌萌这么漂亮可爱，妈妈都舍不得撒手了呢。当然啦，我可是妈妈的小甜豆。萌萌，你明明都有了这么好的家人，为什么还要跟我抢爸爸？萌萌，在学校乖乖听课哦。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就来高中部找哥哥。好，哥哥放心吧，我们放学再见。那我走啦，拜拜。拜拜。软萌萌，顾思思，你要做什么？软萌萌，我比你大1岁，你应该恭恭敬敬的叫我姐姐。只要你给我保证，你再也不缠着我爸爸，我就放你。否则，我会让所有人都不和你做朋友。我已经有全世界最好的哥哥了，不需要姐姐。你竟然敢拒绝我，软萌萌！你别以为爸爸喜欢你，你就可以随便撒野。小姨都告诉我了，妈妈就是不要脸的小三，而你就是没人要的野种。不许你侮辱我妈妈！萌萌的妈妈是厉害的科学家，才不是你说的那样。软萌萌，你不要装了。思思干得好，有小姨护着，那软萌萌不过是徐家寻来解闷消遣的。我徐家的女儿，什么时候轮到程夫人智慧了？徐总怎么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看不出来吗？我们是来为萌萌讨回公道的。顾思思故意伤害萌萌，顾家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这个小贱人竟然惊动了整个徐家！瞧你说的，这当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你说我女儿头上的伤是误会？这不过是小孩之间的玩闹罢了。玩闹？6岁就能骂人野种，张口闭口就是小三和贱人，还把萌萌伤成这样，你说这是玩闹？要不是我女儿命大，现在还躺在抢救室呢。这群仗势欺人的东西！顾思思他妈已经不在了，顾云海给我程家的助力已经十分有限了，程家的生意以后全靠徐家了，现在还不能撕破脸。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家思思不对，还望你们大人有大量，看在大小的份上，就饶过他这一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思思可比萌萌还要大1岁。另外，你并不是顾氏的女主人，顾云海呢？让他出来说话。不可以让爸爸知道，不可以。那就是没得谈了。小姨，你报警吧。既然顾家不打算给出交代，那在10分钟之内，我会让律师联系顾云海。至于程家，哼，这么一点小事儿，没必要闹这么大吧？我妹妹的事，没有小事。够了，程夫人，不必在我面前做戏。这么小的孩子，如果没有人教，怎么会说出小三和野种这样的话？不错，我就是怕顾家认回萌萌后，顾思思失宠，影响你谋取利益。现在事情败露了，居然还来虐打她，哼，扮什么长辈？报警！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冲动？万一伤到了怎么办？妈妈别怕，妈妈，我没事的。妈妈，我还有你的保护。可是思思已经没有妈妈的保护了，她就像以前的萌萌一样。顾思思，你放心，我不会跟你抢顾爸爸的，他永远是你的爸爸，就像你爱他一样，他也永远爱你。萌萌，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太害怕了，我已经没有妈妈了。我害怕爸爸有了你就再也不要我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你了，再也不会了。哥哥快点嘛，不然思思该等急了。好，看路。萌萌，你真的不介意之前那些事了吗？当然啦，思思也是被坏人骗了，而且听萌萌说了妈妈的事情以后，可崇拜啦。对不起，小朋友，没摔疼吧？萌萌有没有受伤？叔叔，你这条项链是从哪里来的？你喜欢这个呀？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送的，可不转赠啊。重要的人？难道是妈妈？我记得妈妈说过，项链是她自己亲手做的，绝不会撞款。妈妈，思思，我马上到。小朋友，叔叔有急事要先走了。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萧雨泽。萧雨泽？妈妈留下的名字里确实有个姓萧的叔叔，但却不叫萧雨泽呀。妈妈，思思，帮我查一个人。这条项链，这个姓氏，萧雨泽会是我的爸爸吗？我记得萧雨泽可是大满贯影帝，这样的大明星怎么会和妈妈扯上关系呢？等等，明星？萧雨泽会不会只是艺名？毛毛，再磨蹭，图书馆连站的位置都没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查一下他的资料。妈妈，嘿，思思。就是这个，和妈妈的一模一样。咦，这是什么？我的也有吗？居然真的刻着字。阮宁，是妈妈的名字。虽然看不太清，但明显不是字母，倒像是3个数字。哥哥，我们的小公主怎么愁眉苦脸的？哥哥，萌萌乖，喝完牛奶早点休息哦。哥哥晚安。晚安，那我走啦。难道说真的是巧合？妈妈，这次真的难倒萌萌了。
萌萌，爸爸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的小公主在想妈妈，对吗？妈妈，你不要生气，萌萌只是……傻孩子，我怎么会生气呢？萌萌是个孝顺懂事的好孩子，妈妈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啊，萌萌，我们可是一家人，爸爸妈妈是你最坚实的后盾。不如我们一起去墓园探望萌萌的妈妈，好吗？妈妈，你会不会觉得萌萌只记得亲妈妈，是个不懂得感恩的坏孩子？当然不会，爱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爸爸这就去准备，咱们马上就出发。不用啦，我都安排好了。昨晚某个小丫头脸色难看的时候，我就猜到她在想什么了。谢谢哥哥。妈妈，带着新家人来看你了，我现在过得很好，您不要担心。我们拿到题目的时候呢，要先审题。妈妈，萌萌真的好想你呀。611，等等，数字，难道说那个项链还有萧雨泽真的和妈妈有关系？萌萌，我们走吧。阿宁，萌萌被你教得很好，我和幻山会让她继续这样明媚长大，你安心吧。妈妈，你在和我天上的妈妈说话吗？为什么总觉得爸爸妈妈和我妈妈之间藏着什么秘密？记住，只要你办得好，让那个小野种永远回不到徐家，好处少不了你。大小姐放心，您才是真凤凰，那小贱种不过是个连爹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等把他弄到乡下，你看我不把他……娇娇，这位是珊珊，这位说是妹妹的外婆呢。啊，是啊，我是萌萌外婆。这就是萌萌吧？哎呦，乖孙儿，来，外婆接你回家。外婆？那萌萌流落在孤儿院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出现？这个我不知道他妈死了呀。作为母亲，连自己亲生女儿的生死都不知吗？这山高皇帝远的，乡下消息闭塞。证据，拿出证明你身份的证据。哎呦，简单，我们村儿老老少少都能证明。只要回到阮家村，那阮明是不是我女儿，你们一问就知道。就算我老婆子作假，难不成全村都陪我这个老婆子演戏？阮家村正是阿宁的老家。
萌萌，你愿意去阮家村看看吗？阮家村，我听妈妈提起过，妈妈留下的线索太少了，我必须得到更多与妈妈有关的信息才行。妈妈，我愿意。我陪萌萌去。好啊，好啊。走吧。如果你们敢耍什么花样，徐家不介意让你们瞧瞧手段。哎呀，哪的话，我疼萌萌还来不及。哎呀，你看，就是这儿。徐娇娇那丫头还让我小心，就这两个毛孩子，能分出什么浪来？谁呀？瞧这小脸儿，瞧这眉宇，你是宁宁的孩子。是妈妈，你真的是外公？是啊。外公，她真是外婆吗？照片里为什么没有她？当然是因为你妈不要脸，你外婆不认你呗。不许你侮辱我妈妈！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要是再污蔑宁丫头一句，你就给我滚出去！爸，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当初要不是他逃婚，妈能气得不认他吗？王麻子的彩礼钱都给了，他这一跑，害得你家给我的彩礼足足少了一半。王月娇，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啊？那笔钱，当年你妈就没有通过我跟宁宁的同意，私自收的。你还想把我家宁宁给卖了，给你添彩礼？哼，你也是女人，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爸，我怎么说不出这……哎，老二家的，你可别犯浑了。你看看小野种，穿的戴的全是值钱的。他们家说了，只要是把他带回来，别让他回去让他们看着心烦，要多少给多少。真的？嘿，钱都给了，咱们想办法把他和那臭小子稳住，把他哄着留下来，等那臭小子走了，那想怎么拿捏不怎么拿捏吗？行，看在钱的份上，我忍。哎呀，都是误会。走走走，进屋吃饭。吃饭交钱啊？呸！连自己亲爹都不知道是谁的小野种，跟你那赔钱货娘硬劲，还想吃香的喝辣的。哼，那钱都该是我们阮家的。多吃点啊！好孩子，他说那些胡话，别往心里去啊！你跟你妈妈是这世上最美丽、最优秀的姑娘啊！外公，你能给我讲讲妈妈以前的故事吗？可以啊，走。爷爷给你讲故事啊。
当年你妈妈离家后，确实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她说她找到了能相守一生的良人，她的事业蒸蒸日上，还说有人花巨资请她带队研究实验。实验叫什么611实验，还说如果成功了，将会给整个科学界带来巨大的影响。华哥，妈妈还提到什么细节了吗？或者和谁一起？没有了，这是最后一封信。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611，又是611。项链、数字，同样姓肖的叔叔，这些其中到底有什么关系？对了，我记得妈妈和她最好的朋友建过一个秘密数据库，里面有世界上最全的信息。我可以去上面碰碰运气。是，成功进入。阮宁，6年了，你终于出现了。终于要回家啦！萧雨泽果然是一名，他就是妈妈提到的香香，而他和妈妈看起来都和一个叫做611实验的事情有关。还等你的徐哥哥呢，别做梦了！我告诉你，你被退货了。你胡说！哥哥说了，他买完东西就来接我。装什么？我亲耳听见的，你那城里面的妈已经给了钱，卖掉你这个拖油瓶了。你看我放了你的屁！谁见你的胆子，敢打我的女儿？哼！你是哪棵葱？敢在我们阮家门前撒野？这是我们家事。家事？打我的女儿，问过我这个父亲了吗？对不起，萌萌，我来晚了。肖叔叔，你真的是……知道你在这儿，爸爸连夜赶来了，就是想早日见到萌萌。骗子！奶奶说过，他是个没有爸爸的野种。没错，谁知道他是阮宁那个不要脸的东西，跟哪个野男人鬼混出来的？萌萌的父亲，也是你们配议论的。听肖叔叔的话，他知道我的亲爸爸是谁，但是他为什么又会毫不犹豫地认下我呢？怎么被我说中了？你就是阮宁的那个奸夫吧？哎呀，奸夫找上门来了！再说一个字，我就拔了你这口烂牙！侮辱、诽谤、打我的女儿，哼！你们就在公安局好好反省反省吧。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不要我的。是谁说我们不要萌萌的？你们又在做什么妖啊？你们怎么回来了？
哼，不回来，好让你们继续欺负我的妹妹是吗？敢在萌萌面前搬弄是非，当我们徐家人是死的吗？饶命啊！都是徐娇娇指使我的呀，这是她给我的定金，我冤枉啊！说清楚。他说，只要我们不让萌萌回到徐家去威胁她的地位，他就给我一大笔钱，我鬼迷心窍啊！丧良心啊！她可是你的亲外孙女。徐娇娇，她算个什么东西？萌萌才是我们徐家的掌上明珠，再敢打萌萌的主意，一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莫总，您真的不去和小小姐相认吗？如果不是因为小小姐登录了夫人的账号，您到现在也不会找到她。现在还不是时候。当年的611事件还有很多谜团，宁宁已经遭遇了不测。她把萌萌保护得这么好，如果贸然相认，只会给她带来危险。二爷，那位去阮家村了。哦，莫雨成，我亲爱的哥哥，我倒是想瞧他了，他怎么会摸到阮家村去的？咱们的人汇报说，他不知从哪儿得到的，说是看到阮宁出现在阮家村的消息。不过，出现在村里的人是阮宁的女儿阮萌萌。阮宁居然留了种！不仅如此，现在那孩子被养在徐家，已经和顾云海、萧雨泽都搭上线了。好啊，阮宁的孽种，徐家那对没眼色的夫妻顾云海、萧雨泽，现在连我那个好大哥都吓着了，人到的可真急啊！看来当年那场戏是时候演个结局了。二爷，我们要不要把那孩子……别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法治社会，懂不懂啊？万一把我们的小王姬弄坏了，到时候阮宁留下的钥匙可就找不到了。给我盯死他们！有什么动向，立刻向我汇报。万一遇到大少爷的人，怕什么？莫雨成那个傻子，早就被阮宁把魂勾走了，天天抱着那个破怀表，在那睹物思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况且，出了事有老爷子盯着呢。是。莫雨成，6年前被我耍得团团转，2年后你照样玩不过我。哼！没用的老东西，连个野种都收拾不了。来，萌萌，来。妈，您怎么来了？哼，要不是娇娇告诉我，我还不知道现在徐家连阿猫阿狗都能登堂入室了。我是想着妹妹还没见过奶奶，所以才……你瞪娇娇干什么？娇娇做得对，徐家只有她一个孙女，那种来历不明的下等人。徐老夫人，您怕不是忘了吧？当年是您亲手把我们赶出去的，现在站在谁的地盘上，该由谁闭嘴，您心里没数吗？这里啊，没有您说话的份儿，我们的家人只有萌萌。放肆！我是你亲奶奶。是啊，如果不是看在那点可怜的血缘关系上，我们早就将你赶出去了。要不是我爸顾念旧情养着您，您以为能过上这么优越的生活吗？还在这里摆着架子，狗眼看人低。
奶奶，您消消气，妹妹她还小，再加上现在学校到处都在传她是小三的女儿，这个时候把她赶出徐家，她还怎么活？娇娇，珊珊，我是不是说错话了？现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的，我也是担心妹妹。居然是小三的女儿，这样的小杂种，怎么配进我徐家的门？这会让整个上流圈子看笑话。我徐家还有立足之地吗？立刻把那个野种给我扔出去！够了，爸，这些年我从未计较过您的偏心，我对您问心无愧，但这并不代表可以赶走我认定的家人。还有，萌萌的母亲不是小三。哼，反了天了！你非要和我作对是吧？我告诉你，就算说破了天，徐家的孙女，我也只认娇娇一个。哼，您不是只认娇娇这一个孙女，而是只认二弟一个儿子。在您心里，我从来都不是你的儿子。这些年来，徐家里里外外全靠我一个人撑着，可您却逼我将80%的收益全给了二弟一家。您口口声声徐家，可这些年来，如果不是幻山撑着公司，徐家早就被二弟给败光了。不仅如此，二弟每月还从公司支走几百万。妈，您真的不知道吗？好一个白眼狼！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没想到头来你却连这点小事都要斤斤计较。你是哥哥，帮扶弟弟是应该的。我何止是帮扶，我根本就是养着他们一家。就连娇娇，我都把她当成自己亲女儿带在身边。可她呢？你问问你的好孙女，她都干了什么？大伯，我什么都没干啊。娇娇，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你给陈老师发短信污蔑萌萌，联系他外婆扣人，现在又在老太太面前挑拨是非，就只是因为怕萌萌威胁你的地位，你就想方设法的要赶她走。娇娇，我真的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不仅如此，5年前我掉入冰窟，也是他推的。今年，你既然知道是他，为什么这些年来你只字不提？你可要知道，那次事故不仅是你自闭症的根源，更险些让你丧命。居然是你！我们居然把凶手当亲生女儿养在身边，你眼睁睁看着我们为几年痛不欲生的时候，可曾有过一丝的愧疚吗？我之所以选择沉默，是因为当年出事之后，爸妈整日以泪洗面，我想着你能哄他们开心，能让这个家稍微像点样子。但是如今，你为了自己那点龌龊的心思伤害萌萌，我就容不得你了。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那都是意外。意外？你当年推我下水的时候说，只要我死了，你就是徐家未来唯一的继承人，你不记得了吗？不是的，哥哥。别叫我哥哥。我徐继年只有一个妹妹，那就是萌萌。见到萌萌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一个人是可以如此单纯、温柔、善良，懂得什么是爱，用真心温暖每一个人。是他让我走出了自闭的阴霾，救赎了我。这不可能！娇娇她……既然如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徐娇娇，这些年来我们徐家待你不薄，仁至义尽。从今天起，你就搬回自己家，往后我们与你再无瓜葛。徐家
也不会再给你任何帮助。不要，我不要回去！奶奶，你说句话呀！我不要回去！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娇娇被赶出去吗？你不是最疼娇娇了吗？皇上，要不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二弟这些年从公司挪用的资金，够他们一家挥霍3辈子了。我们两家的情分也到此为止。至于您，我会保您晚年无忧的。妈，娇娇，天不早了，我们就不送了。萌萌，是不是吓坏了？别怕，妈妈在这儿。萌萌不怕，天塌下来有爸爸顶着。爸爸，哥哥，原来你们一直承受了这么多，却依然这样保护我，谢谢你们。傻丫头，一家人不用说谢谢，哥哥说过了，你永远是我们徐家的宝贝。对，在所有的选项里，我们永远选择萌萌。徐焕山、童莹，你们这对瞎了眼的蠢货，我才该是你们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总有一天，我要你们跪着求我回来。徐小姐，这么不甘心，不如我们做笔交易。哎，冬雪，你见过这个小女孩吗？怎么回事？陈老师，萌萌今天留堂了吗？没有啊，今天正常离校啊。出什么事了吗？萌萌不见了。什么？萌妈，你别着急，学校有监控，我现在把监控发在手机里，你们先过来吧。好。走。给。就是这辆车，他们把萌萌拽上车了。啊，这可不是小事，咱们必须马上报警。报警？对，报警。动用所有关系，我要这辆车在半小时内的所有行动轨迹。顾叔和萧叔也行动了，咱们一起查，人多力量大。好，我们走。人已到手，速战速决。既然你们选择那个野种，那你们就一起下地狱去吧。二爷，人到手了，徐娇娇那边也成了。好，孩子当好了，接下来就该唱大戏了。查不到继续查。好，继续去查，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给我挖出来。查不到再查。查不到，连个影子都没有。我这边也是，什么都查不到，
这辆车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咱家的情报网同时出手，竟然连一辆车都查不出来，他到底是谁？要不，我给墨家那个去个电话。虽然当年611之后，咱们不得已装作互不相识，但毕竟萌萌是他的亲骨肉。对，必须联系。到底墨家势大，现在先救萌萌要紧。事情我都知道了，我的人一直在暗中保护萌萌，但对方手段极高，不仅甩掉了他们，还避开了墨家所有的眼线。什么？你墨家也查不到？对方来头不小，保走萌萌，一定有所图谋。我已经启动全程广播和商业屏，循环播放寻人启事，相信很快会有线索。喂，徐夫人，你女儿在我手上，想让她活命，就拿出诚意来。你要什么？只要不伤害萌萌，我什么都答应你。爽快，明人不说暗话。这孩子既然是阮宁的女儿，那你们一定从她手里拿到了阮宁留下的东西，交出来，我就放人。既然你是冲着611来的，那你没必要为难一个孩子。东西确实在我手上，我给你。很好，徐夫人不愧是出了名的女中豪杰。1小时后，我会把阮萌萌送到离你们家最近的第一医院。你把东西放进6排11号储物柜里。好。你们几个都在一起吧。奉劝各位一句，我们既然能在眼皮底下将人带走，又能让你们连手都摸不到，那你们就该明白，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6排11，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他刚刚说宁宁留下的东西是怎么回事？这是宁宁和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交给我的，说到了必要时刻可以将它交出去。虽然我不能100%判定什么是必要时刻，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他留下的血脉更重要了。是啊，当年阮宁为了保护我们，独自扛下了所有。现在萌萌有危险，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不错，阮宁用命换我们新生。这些年我们装作陌路，就是不愿辜负他的牺牲。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辜负他的孩子。6年了，仍然有人想方设法也要拿到，想必非同小可。这里面的东西，你们看过吗？没有，阮宁郑重交代过，这个东西只能使用1次，用过就会自毁，所以我一直将它锁在最深处。我总觉得宁宁在下一盘大棋。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萌萌换回来。萌萌总算没事了。U 盘交出去后，我就再没有宁宁留下的东西了。宁宁留下的东西？难道说宁宁她给我留下的这块已经停摆的怀表也有特殊的意义？
我这也有一条。这个项链，阮宁也有一个。当初我就是通过这个项链认出的萌萌。不错。当初萌萌在阮家村登录阮阿姨的数据库，就是在查着项链跟萧叔叔的资料，这才被你们定位到。我和幻山是 U 盘，难道说宁宁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了重要的东西？可我什么都没有。我记得6年前，你的女儿才刚刚出生。如果宁宁独独没给你留东西，那应该是不愿让你陷入危险。到最后，他还在为我们着想。我记得当时萌萌的和萧叔叔的项链上都有刻字，只是内容不同。611，又是611。萌萌的项链上是 RN。阮宁，看来611事件背后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我一定会彻查到底。至于萌萌，暂时不要想她透露我的身份，她现在跟在我身边太危险。等一切尘埃落定，我再与她相认。为什么阮萌萌会回来？你不是跟我保证过万无一失吗？人确实绑了呀，但我可没承诺不放他回去。你耍我！他们满足了我的条件，我想放就放喽。再说，你也拿到你要的东西了，不是吗？虚假，等着瞧！我手里的东西足够让你们万劫不复。幻山，怎么了？公司即将要发布的新技术骄阳，核心文件不见了。会不会落在公司了？不可能，骄阳最后的关键数据是我昨晚在家刚刚完成的，根本还没来得及带出去。爸妈，萌萌醒了。爸爸妈妈，宝贝，没事就好。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都怪爸爸妈妈没有保护好你，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半点伤害。萌萌只是感觉睡了一觉，醒来就回到家啦。爸妈，我怎么感觉你们有心事啊？公司呕心沥血多年研发的新技术骄阳，核心文件被盗取了。什么？后天就是行业峰会了，我们徐家需要骄阳在行业内更上一层楼，这下岂不是……还有没有备份或者补救措施啊？最新核心数据是昨晚刚完成的，现在手头上只剩这些原始数据了。原始数据？可是2天时间，连基础架构都重建不完，根本不可能重新推导完成啊！咦，这个算法，妈妈以前教过我呢。萌萌，你能看懂这些？这不算什么，只是4阶的结构啦。妈妈之前还教过我5阶的算法哦，而且这里有个逻辑漏洞，会导致结果偏离20%。不过萌萌能修正哦。
宝贝，你真的可以吗？2天时间，萌萌一定能做出比原来更完美的版本。妈妈说过，萌萌可是比她还要厉害的小天才呢。好，我们相信萌萌，也相信萌萌的妈妈。我也会通知公司技术部门，连夜加班加点进行重新演算。两手准备，保证万无一失。爸爸妈妈放心，萌萌有十足的把握。这样是啊，这个今年这个主题还是蛮有意思的。你看一下，好久不见了。但是对于这个真是幸会幸会啊！峰会还有15分钟就要开始了，景年和萌萌怎么还没有来？出门时，萌萌说演算正在收束，很快就能完成，一定会在峰会开始前赶到的。但萌萌毕竟只是孩子，可他是阮宁的孩子，阮宁的实力和天赋我们有目共睹。萌萌得他多年教导，甚至天赋更在他之上，这种程度的技术难不倒他的，我们要相信他。况且还有技术做兜底。事到如今，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怎么了？有消息吗？技术组汇报，至少还需要13个小时，才能勉强完成重建工作，根本来不及。现在，我们真的只能把希望全寄托在萌萌身上了。指望那个野种？几天不见，大伯和大伯母怎么和失了智一样？竟然沦落到指望一个5岁的小丫头。她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娇娇，你怎么会在这里？当然是来探望我的好大伯和大伯母啊！没想到你们居然敢空着手来参加行业峰会，真是可怜。是你？是我什么呀，大伯？我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只知道今天是我和我的新公司，还有我的核心技术骄阳一炮而红的大日子。而我徐娇娇也会一举成为超越你们徐氏的新贵。徐娇娇，你怎么能做出如此背信弃义的事？大伯母，商场如战场，成王败寇。当然，你们现在求我还来得及，只要你们乖乖的把徐氏所有的资源双手奉上，我呢也会大发慈悲的对外宣布，骄阳是徐氏的产品，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你休想！我们徐家绝不会向你这种无耻之人妥协。没错，娇娇，我以前以为你只是被宠坏了，所以任性了些，没想到你是一个如此心术不正的孩子，那真是太可惜了。毕竟你们只有2种方案，要么弃权，多年的心血和10几亿的资产付之东流，濒临破产；要么就等着徐氏因为剽窃被全行业封杀，股票崩盘，永世不得翻身。下面有请新锐企业家徐娇娇女士为我们带来她的颠覆性技术骄阳。二位，好好看着徐氏是怎么死的吧。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骄阳的技术。以上就是我们的所有内容。这绝对是年度最具突破性技术啊！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的成就，真是后生可畏啊！接下来有请徐氏集团负责人徐焕山先生为我们展示他的最新研发成果。
徐总，你怎么了？该不会是要弃权吧？什么？要弃权？为什么呀？这是我看啊，他一定是没什么好成果。不会吧？我们弃。哎，徐氏啊，绝不弃权。爸爸妈妈，萌萌赶上了。爸妈，放心，萌萌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一个5岁的小野种能翻出什么风浪来？徐幻山、童莹，你们等死吧！大家好，我是徐氏集团的徐锦年。接下来，我来为大家展示什么是真正的骄阳技术。啊？什么？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这是不会吧？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剽窃，真是太不要脸了！怎么是这个呀？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滚出去！难怪徐幻山刚才在台下磨磨蹭蹭不敢上台，原来是做贼心虚。徐氏集团还要不要脸了？欺负新兴企业算什么本事啊？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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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剽窃，骄阳本来就是爸爸妈妈的心血。哪来的小不点儿？赶紧回家喝奶去吧。是啊，徐总，我看啊，你们还是回家带孩子去吧。这么高端的专业场合不适合你们。大家稍安勿躁，骄阳究竟是谁的成果？看完这场演示，自有公论。以上就是我们骄阳的核心技术。太完美了，这么精妙的技术，简直是行业的里程碑。相比之下，徐娇娇的骄阳简直像个玩具啊！这怎么可能？2天时间，他们怎么能重建并优化到如此地步？各位不要被蒙蔽了，这是徐氏仗着资源雄厚，依托于我的成果之上做了优化，这是剽窃！这到底谁抄谁的呀？既然徐小姐一口咬定我们剽窃，那不妨解释一下。3天前，你从我父亲书房里拿走的文件是什么呢？我去，这手段也太下作了吧！居然盗窃人家的文件，是他的？没想到他能干出来这种事啊！真是无耻！这就是徐小姐口中自主研发的真相吗？徐娇娇，你窃取商业机密，证据确凿，罪名成立，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没错，是我偷的，那又怎样？是你们逼我的，都是你们毁了我！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许娇娇，你什么意思？有人在背后指使你，对不对？徐家，你们和这个小野种都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走。爸，爸爸妈妈，娇娇姐姐，她怎么啦？萌萌别怕，娇娇她一时做错了事，现在得到了惩罚。啊，徐总，恭喜啊！徐总，恭喜徐总，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耶！徐先生、童女士，徐总，真是恭喜恭喜恭喜！希望以后能合作啊！感谢。本台消息，在新一届的行业峰会上，
徐氏集团以划时代成果骄阳技术斩获年度科技最具突破大奖。同时，徐娇娇因盗取商业机密被警方逮捕。徐娇娇这个废物，跟你结婚你也不中用啊！二爷，出事了！咱们的实验室被阮宁留下的东西毁了。说什么？什么情况？说清楚！今早，技术组按照您的吩咐，把阮宁留下的 U 盘，使用里面的数据，来对我们的实验进行最终的测算和收尾。没想到，刚接入数据，这个实验系统就崩溃了。崩溃了就去修复，你来我这里唧唧歪歪的，是想让我给你们擦屁股吗？没有，修复不好了，所有的服务器同时崩溃了，基因序列库也被格式化了，就连离线备份硬盘也都变成了废铁。废物，一群废物！我养你们干什么吃的？连个死人设的陷阱都防不住，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能玩死你们？技术组那边说，这不是普通的病毒，是链式炸弹，而且是专门针对我们实验室数据结构编写的，想必应该是他生前就计划好了的。阮宁，贱人，死了也不安息。你不是最疼那个小野种吗？二爷，您是说把阮萌萌给我抓来？既然他母亲毁了我的心血，就用他的女儿来抵债。这次我要用这个继承了阮宁基因的小鬼做实验，弥补他母亲设下的死局。动作干净点，要活的。这经过上一次的绑架，他们那边应该已经有防范了，而且大少爷那边……滚！不管有什么办法，把那个小野种给我带过来，不然你就跟实验室那群废物一起替他上实验台。是。准备好实验室，我亲自从实验厅。萌萌，街角奶茶店等你，我点了你最爱的草莓奶盖，快来快来！好嘞，马上到。思思，住手！不可能，他怎么能找到这里？控制住所有人，一个都不许放过！妈妈，是爸爸，爸爸来了。思思，就思思。萌萌，妈的，老子绝不能舍子产！追！是。莫总，目标有元首，被接走了。查。该死，全都该死！当年就该斩草除根，把那个莫于成和阮宁那个贱人一起报应。妈的，实验室的坐标是我们这么久经营来的暗线，连老爷子都蒙在鼓里。实验人员也是全封闭的，有我们单线联系，莫于成那蠢货凭什么能找到？你以为他还是6年前任我们拿捏的臭小子吗？要不是老爷子年年帮我们周旋，我们早就被扒得底裤都不剩了。我总觉得阮宁
当年不止留下一个 U 盘，说不定他给莫雨成留下了什么线索。不可能！当年阮宁消失前，莫雨成被我们支走去了国外考察，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哼，别忘了，前些日子他突然摸到阮家村，他和阮宁之间一定有什么方式是我们不知道的。更要命的是，阮宁在消失之前，曾以整理数据为由，调阅过实验数据原子分子式。妈的，难怪他毁灭数据是那么果断，原来早就看破了我们的计划。看破又怎么样？还不是死在我们的手里。只要老爷子在，他莫雨成就翻不了天。实验室的事儿我都知道了。石度，你太不听话了。爸，不是我。老爷子，石度这些年来殚精竭虑，他也是为了墨家嘛。什么殚精竭虑，分明是丧心病狂。6年前我一时糊涂，替你们掩盖了那段孽债，没想到6年来你们一直是变本加厉。爸，这实验室是我多年的心血，我的基因技术一旦成功，那些权贵们都会跪着求我们，到时候……心血，妄图把那天才的优秀基因强制剥离出来，供给那些心术不正的权贵。现在又要用基因做实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说是心血？更何况今天绑的人是你的亲侄女。亲侄女？她也配？她不过是莫雨成跟一个乡下女人的私生女，能为我的实验做贡献是她的福气。老爷子，老爷子，你消消气，消消气。哎呀，你也别怪石度，要不是阮宁把那数据给毁了，咱们墨家呀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墨家100年基业就毁在你们这些小人之手，再执迷不悟，就别怪我翻脸无情。是，儿子知道了。哼，后天我的寿宴，你大哥会回来，你最好放机灵点，别露出什么破绽。老爷子岁数大了，早该歇歇了。老不死，既然你要挡路，就别怪我了。实验室的窝点虽然断了，但依然查不出任何东西。每个人都一问三不知，负责的板块互不相通，每个人都只掌握碎片信息，汇报链条也是单线工作。这样做派和当年611实验室完全如出一辙。这些丧心病狂的东西，居然一次次对一个小孩子出手。这次要不是雨成早有了防备，提前在他们身上装了定位系统，恐怕萌萌已经遭遇不测了。可怜的萌萌，她还那么小。哥哥，萌萌醒了，萌萌醒了。萌萌醒了，宝贝，你终于醒了。妈妈，爸爸，我没事。对了，思思怎么样了？放心，思思她没事，她比你醒得早。你的顾爸爸已经把她接回家了，临走前他还哭着说要给你带草莓蛋糕呢。
萌萌，我是……萌萌，是爸爸，爸爸来了。我知道你是爸爸，萌萌的亲生爸爸，也是妈妈临终前千叮万嘱要我找到的人。萌萌，对不起，爸爸来晚了。爸爸，家人之间不用说对不起。我知道，你和妈妈一样，都在做正确的事。萌萌，3天后是爷爷的寿宴，你愿意跟爸爸回家吗？萌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女儿。对，雨成是你的亲生父亲，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萌萌现在这么虚弱，现在就做决定，是不是太急了？啊，是，今年说的对，我们先好好养病，回家的事不着急。对，养好身体最重要。刚好老爷子的寿宴，我们徐家也在邀请之列，这2天正准备寿礼，到时候我们带萌萌一起去。好，到时候我要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一起去给爷爷清爽。上次那个非常不错。景年哥哥，雨成，上次你们来了，萌萌，爸爸，乖女儿，想死爸爸了。哎呀，想爸爸没？这是哪来的野丫头，也配得到景年哥哥的青睐？这些都是啊。从来没见过莫总这么和蔼可亲的一面，居然抱个小女孩百般讨好，这孩子究竟什么来头？听说这孩子是徐总夫妇从孤儿院收养，不过又有传言说其实是莫总的私生女。绝对不能让这个小贱人抢走徐哥哥，更不能让他夺走我在莫家的一切。这位姐姐，你想干什么？我呸！你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也配叫我姐姐？识相点，就滚回你的贫民窟去吧！别再痴心妄想攀附莫家，更别惦记景年哥哥。我不是野种，我有爸爸。爸爸？哼！你也配叫莫雨成爸爸？我告诉你，莫家大门可不是为你这种人准备的，爷爷也绝不会允许你这种耻辱，招摇过市，给莫家丢脸。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否则我就不客气了。萌萌，莫深深，你居然敢对我妹妹动手！景年哥哥，我是在和他开玩笑。玩笑？是说萌萌是野种玩笑，还是让萌萌滚回孤儿院是玩笑？我警告你，离我妹妹远一点，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客气。景年哥哥，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她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凭什么能被你们捧在手心里？我哪一点不如她了？我莫雨成的女儿，你哪一点比得上？莫深深，看来你父亲把你教得很不好。如果你再敢对我的女儿不敬，我就带着你父亲好好教教你规矩。好了。
雨城，这是……爸，这是萌萌，我和阮宁的孩子，您的孙女。爷爷绝不会认你这个野种，你很快就会被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阮宁的孩子。爷爷好。胡闹！父亲，我墨家的血脉认祖归宗，岂能是这种儿戏？必须另设认经宴，广邀社会各界名流。认经宴，真是莫老爷子孙女。今天这种场合，委屈我孙女了。爷爷，你老糊涂，他就是个来路不明的野种，你怎么能……放肆！墨家还轮不到你说话。爸，你消消气。申申年纪小，不懂事，以后我一定好好管教。再那么不守规矩，你就和他一块滚出墨家。这就是阮萌萌吧？长得真漂亮，不愧是大哥的女儿。我是你二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二叔好。真乖。这个人的声音好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过。各位，萌萌是我墨雨城的女儿，绝非什么私生女。6年前，我和我的亡妻阮宁，也就是萌萌的母亲，早已登记结婚。萌萌是我们名正言顺的亲生女儿。从今往后，阮萌萌就是我墨家的人，以后谁要为难她，就是跟我墨家过不去。阮宁，当年的事是我老头子对不住你，如今这份亏欠就补偿给你的女儿吧。老爷子，祝你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恭喜！真可爱。左手敬酒，刚才摸我头发的也是左手，难道说……宝贝，发现什么了？萌萌觉得二叔有点怪怪的。您的意思是，当初绑架你的人，声音和特征都与莫世度完全吻合。而且，当时绑架我的人还说，妈妈留下的 U 盘坏了他6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切，说要我给他赎罪。U 盘？难道是上次我们交出去的那个？难怪阮宁向来步步为营，断然不会将真正要紧的东西拱手让人。这从头到尾都是他布下的后手，和我们推理的完全一样。这2桩事和当年的611实验，幕后黑手根本就是同一伙人。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些年来我们查不到半点痕迹，倒也说得通了。不错，动作后我们几家人手都探不出底细，能有这样的能耐，放眼整个京市，也就只有……我早该想到，能遮住墨家这片天的，从来就只有墨家人自己。但是，以墨石度的城府和实力，绝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操控这一切。你是说，他背后还有人？如果我猜的没错，这背后少不了我那位继母的手段，甚至连老爷子也未必干净啊！怎么会？刚刚我看老爷子对萌萌那样关切，实在不像是会对他不利的样子。不管怎么样，既然有了线索，我们就紧盯这条线。我相信雁过留痕，总能揪出狐狸尾巴。
萌萌，这是当年妈妈留给爸爸的，我贴身戴了6年，墨家上下无人不识。你拿着，一旦有墨家人对你不利，亮出它，相信足以震慑他们。这怀表有问题啊！是妈妈。当年拿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停摆了。但是这是你妈妈留下的最后物件，我舍不得让旁人触碰，就一直没拿去修。这怀表有问题。怎么了，萌萌？这里后盖开口处的地方比较宽，像卡着什么东西。这怀表我贴身戴了6年，一直倍加珍惜，竟没想到还藏着这样的秘密。这么细微的痕迹，要不是萌萌心细，绝对难以发现。或许这就是母女间的宿命吧。原来这才是怀表停摆的真正原因。哎，有刻痕。611，这是611的线索。这个系统我见过，这是妈妈亲手编写的。一旦密码输入错误超过3次，里面的内容就会自动销毁。啊？那是阮宁或者萌萌的生日？不会是萌萌的生日。阮宁开发系统的时候，萌萌还没出生呢。那是阮宁和雨成呢？不对，阮宁的不对，那只能……还是不对。会不会是你俩的定情日期，或者是什么重要的纪念日，比如第一次见面之类的？爸爸，如果是这么简单的密码，那么早在是你们2个生日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萌萌说的对，阮宁向来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极致。他将线索藏在如此隐蔽的地方，又怎么可能用我们随便就想到或是考证到的组合当密码？如果妈妈留下的每一个物件都有自己的用处，那么知道密码是什么啦？项链，是这个项链。如果妈妈留下的每一个物件都藏着深意，那么我和肖叔叔的2条项链刻字一定也有关联。你看，我的项链上刻着2N，是妈妈名字的缩写，而肖叔叔的那条却刻着611。还有上次去给妈妈扫墓，墓碑底下也刻着611，所以把妈妈的名字和611和墓碑上的顺序排在一起，就是密码。2N611。这萌萌说的有道理，不过咱们的机会只剩1次了，要不先等等，多找找线索，再验证一下。等待只会夜长梦多，哪怕是错了，哪怕再查个6年，10个6年，哪怕耗尽我的一生，我也一定会把真相挖出来。好，我们徐家奉陪到底。成功了，打开了，真的打开了。萌萌，你妈妈说的没错，
你果然是个小天才。爸爸，打开吧，妈妈留下这些，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真相。是啊，雨城，这不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期待的结果吗？好久不见，朋友们，我是阮宁。妈妈，萌萌好想你。如果你们能够看到这个视频，说明萌萌已经长大了，且足够勇敢，而我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向你们传达611实验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项单纯的生物研究，而是彻头彻尾的基因夺舍，是那些心术不正的权贵对优秀天才基因的觊觎。基因夺舍，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妈妈的意思是，有人想通过基因技术夺取别人的天赋？不可能，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生物学怎么可能，又怎么可以实现？一旦这样，那些优秀的寒门天才将会被定制天才的富人猎杀。各位，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很荒谬，可事实上他们马上就要成功了，而你我皆是帮凶。原来我们都被骗了。当年我们日夜盯着的培养皿，根本不是用来治疗疾病的，而是害人的凶器。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实验被分成了不同板块，我们各自负责一部分，但却从不被允许交流任何实验数据。起初我以为是为了保密些，可当我整理到最后一份样本时，却发现了异常。阮宁，这批样本很重要，你必须要确保成功。放心，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实验就可以完成了。只是这批样本的基因序列似乎跟常规病例不太一样。当然不一样，这是最新的成果，能净化缺陷基因，将来不知多少家庭能因此摆脱劣等基因的噩梦。这不是优化，这是侵占和掠夺。那些人找到我们的时候，承诺这项研究可以消除基因缺陷，让未来的孩子不再受病痛的折磨。我当时还怀着萌萌，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在做一件善事，可实际上，他们干的都是些龌龊的勾当。他们一直阻止我们交流实验数据，为的就是不让我们拼凑出完整的真相。如今想来，那些被封存的数据，还有实验记录，全都是线索。我们早该想到的，那些结果根本经不起推敲。是我们亲手将那些东西做了出来，我们竟然……妈妈，这不是你们的错，错的是那些坏人。甚至他们绑架萌萌，也是为了拿她去做研究，并夺取她的优质基因。畜生！这些都是他们寻找到的天赋基因，高智商、艺术天赋、运动天赋等等等等。他们把这些基因从原本的孩子身上剥离出来，再移植到那些权贵后代的身上。他们利用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对拯救生命的渴望，让我们变成了刽子手。但我发现的实在太晚了，他们在我单独负责的环节里植入了致癌的辐射，剂量精确到足以诱发癌变，
却又查不出人为的痕迹。什么？宁宁的病是谋杀？是的，爸爸，我早就知道了。萌萌，你……宁宁，你的身体怕是时日不多了。我记得你的身体之前明明很好，怎么突然发展成脑癌呢？不是脑癌，也会是其他的癌。早在他们对我动了手脚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了。宁宁，你到底招惹了什么人，居然对你用了如此残忍的手段？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展露过他们的真面目，但他们做的残忍的事情远不止如此。我一定要在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里做好一切准备。傅叔叔，等我死后，有件事情还是要麻烦你。好，宁宁，你放心，我跟你爸爸是过命的战友，你就是我的亲女儿，事情交给我，你就放心吧。谢谢傅叔叔。啊，对了，还有萌萌，到时候麻烦你把她送去福利院吧。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可我完全有能力收养萌萌，没必要送她。不，萌萌这个孩子聪明又倔强，她迟早会发现我留下的蛛丝马迹。一旦她开始追查起真相，你们就完全处于危险之中了。傅叔叔，你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不想拖累你。从那天起，我就知道妈妈是被人害死的。妈妈走了以后，傅爷爷按妈妈的安排送我去了福利院。后来我就遇见了妈妈和哥哥。我之所以去了那家福利院，是因为收到了阮宁发来的一封定时邮件。邮件里，他拜托我去那里将萌萌收养，所以我才带着景年一起去接了萌萌回家。看来，这就是宁宁的安排了。还是怪我，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没有陪在他们身边，所以这才宁愿将萌萌托付给你们，也不肯将她送回墨家。不是的，爸爸，妈妈是爱你的。傅爷爷说，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就已经确诊了，医生建议她放弃我，可妈妈还是忍着病痛坚持把我生了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爱我们呀。是啊，雨彻，你和阮宁的感情我们都看在眼里。当时你也是被调到国外去考察，他又怎么会怪你呢？对，宁宁把最重要的线索留给你。况且，萌萌需要成长。如果莫石度真的是幕后凶手，将他养在徐家，才是最周全的选择。你们说的对，以宁宁的缜密，就算不能确定幕后黑手是谁，也能够知道，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做出这种事的，一定和墨家脱不开关系。宁宁连这一步都算到了。妈妈已经早就做好了所有打算，我想他墓碑底下刻着的611三个数字，肯定就是拜托傅爷爷做的另一件事。没有这3个数字，萌萌根本找不到现在这些。你们是我最信任的伙伴，我相信你们一定和我一样，一定会守住科学的底线，
维护正确正义的科学。我会销毁所有的实验数据，并将他们所有的罪证备份成文件，和这个视频放在一起。朋友们，我知道这条路会很难，但请你们一定要追查到底，把那些科学败类揪出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妈妈，妈妈的好孩子，你是妈妈的小英雄。这一路走来，你辛苦了。妈妈不在的日子里，我依旧在爱着你。我爱你，萌萌。妈妈，萌萌也有点爱你。你说要陪萌萌长大的，你回来好不好？萌萌不哭，妈妈还在天上看着呢。妈妈，我绝对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为了一己私欲，这些人居然做出践踏人性的勾当。为了阮宁，也为了科学的正义，我们一定要将这些败类揪出来。就算掀翻整个京师，就算掘地3尺，有了这些证据，一定能将他们绳之以法。我们徐家也义不容辞。若你这个阴魂不散的贱人，不仅毁了我心血，还留下了证据，还有他生的那该死的小野种，居然能查到这一步。早知道在他发现猫腻之前，就该给他干掉，给他投放致癌辐射。原本是想能让他悄无声息的在死之前把科研做完，没想这个贱人给你摆了一道。阮宁死了都晚上，次次就知道够甜头，我早该弄死你，弄死你生的小野种。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挽回局面。莫雨成已经怀疑到你头上，如果他咬死不放，你早晚会被救出来。我老爷子在上面周旋，查不到。你醒一醒吧！那天老爷子抱着小杂种的样子，你想想，他还会为你擦屁股吗？那就弄死莫雨成、萌萌和徐家那几个没眼色的，全都弄死了！废物，弄死他们有什么用？老爷子早晚要给我们坏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妈，那可是我爸呀！你爸？我聪明一世，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蠢货？妈，你是说我不是你亲生的？你是我亲生的，但不是那个老东西亲生的。当年要不是看到这偌大的墨家，我又何必怀着身孕去勾引伺候比我大20多岁的老东西？妈，那我的亲生父亲是谁？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只听话的狗，能帮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这么多年我忍辱负重，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墨家这偌大的权势和财产？那你想怎样？这么多年
我不想忍了，也不想等了。既然他不听话，那墨家这把椅子就换我来坐坐。老夫人，莫老夫人，我们就先走了。再见。阮宁，要不是你从中作梗，我早就将墨家踩在脚下了。如今你留下的小杂种还想轻轻松松登堂入室，做梦！玉成啊，本来你的私事，我们做父母的就不该管你，但墨家毕竟是……你又要起什么幺蛾子？哎呀，老爷子，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咱们墨家树大招风，每天来攀附的没有100个，也有90个。如今你领一个来路不明的小丫头，这传出去多难听啊！好，那依您的意思，我该怎么做？你和阮宁呐，那段旧情我懂，但是乡下人呐，为了往上爬呀，什么下作手段都做得出来。依我看呐，咱们啊，还是先做个亲子鉴定，别稀里糊涂的把别的种带回家了。陆奶奶，我妈妈不是那样的人，你不能这么说她。乡下来的就是没有教养。我们墨家说话还轮不到你插嘴。我墨雨成的女儿，你也配来指手画脚？哎呀，雨成啊，我是你妈！看来这些年我对你的脸色还是太好了，以至于你忘了自己的身份。爸，快劝劝大哥，他怎么能打我妈呀？你妈年纪大了，说些不该说的话，让她醒醒也好。玉成，放开，有话好好说。放开！仗着长辈的身份，想左右我的女儿，你是觉得我莫玉成死了？玉成，妈错了，妈，奶奶向你认错了。哎呀，记住，你们那套身份和规矩的把戏，在我这儿行不通。想伤害萌萌，我不介意让你们尝尝我的手段。快把你妈扶好。玉成，你妈今天说错了话，但是你的气也出了。以后啊，我们还要好好的相处，给孩子们做好榜样。只要他们安分守己，我不介意扮演家和万事兴。但如果再有下次，玉成，妈知道分寸。玉成，我们走着瞧。你和10度的从前的弯弯绕绕，我睁只眼闭只眼。但是以后再敢兴风作浪，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知道了，老爷子，你岁数大了，早该歇歇了。
莫总，按照您给的线索，我们彻查了莫氏他们母子近10年来的信息，都在这里了，请您过目。好一对蛇蝎母子，这对道貌岸然的人渣，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吩咐下去，从现在开始，24小时给我派人盯紧他们，一旦有任何异动，立刻给我把人拿下，不必请示。是，我这就去安排。等等，老爷子那边也给我安排人手。莫总，老爷子毕竟还是家主，咱们这么做会不会？你在教我做事？不敢，我这就去办，马上就去。是。萌萌，没事吧，萌萌？爸爸，不好了，爷爷他出事了！走。怎么样？他到底死不死？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各项指标都不乐观。老爷子突发多器官衰竭，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器官衰竭，我爸身体一向硬朗，你是知道的，怎么会毫无征兆的突然衰竭？这暂时还没有检测出原因，但毕竟年岁大了，现在身体机能难免衰退，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老爷子啊，你可不能有事啊！我们家离不开你呀、离不开你呀、离不开你！不管怎么样，给我请最好的专家团队，用最贵的药，一定要保住他的生命，钱不是问题。爷爷，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萌萌还有好多有趣的事要跟你说呢。一成，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啊！爸，你放心，墨家一切有我。萌萌，怎么样？搞定了吗？当然，放心，不慢出手就没有搞不定的事。萌萌，真的没有问题吗？爸爸放心，这是妈妈研发的微型无线监控器。刚才看爷爷的时候，趁机把它贴在了床头，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小米粒，非常隐形，就算用专业手段也查不到。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耶，成功进入！漂亮，好孩子，真是天才！耶！妈，咱们这样能行吗？我怕……瞻前顾后，永远都办不了大事。你怕什么？老爷子的命捏在我们手里呢。哼，你也有今天呐！墨家家主，商业帝王，
还不是栽在我们手里。你喜欢莫雨辰又能怎样？还不是被我们耍得团团转。6年前他保不住阮宁，6年后也保不住你。这2个人渣，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爸爸，冷静，咱们还差最后一步，只要按之前和爷爷商量好的计划行事，就一定能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爸，我想跟你谈谈。这一天终于来了，雨城，想问什么说吧。这些年，一直阻挠我调查611实验真相的人，一直是你，对吗？是。为什么，爸？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是他们害死了阮宁，还护着他们，看着萌萌流落街头，看着我生不如死，难道我就不是你亲儿子吗？爸爸，别这样说，我相信爷爷一定有他的难处，而且当年妈妈逃出来以后，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平安生下我，陪我长大，还没被那些坏人发现。我想，这都是您在暗自保护我们，对吗？其实当年他们做的事，我也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阮宁销毁了实验数据，不知所踪。你回国后疯狂追查，他们母子才慌了神，所以他们找到了您。他们母子跪在我面前声泪俱下的忏悔，并保证绝不会再做伤天害理的事。到底是夫妻父子，我一时心软，酿成了大错。但阮宁是个好孩子，是我愧对于他，所以我动用了墨家的所有力量，将他安置在绝对安全的地方，并请了他信任的医生为他诊治。那块怀表也是他托我交给你的。但你还是走了。阮宁走后，我找遍了所有的孤儿院，有萌萌消息的时候，她已经被徐家接走了。我本想着接萌萌回来，但又怕他们对萌萌出手，再加上徐家也足够优渥，也能很好的抚养萌萌，便也就此作罢了。爸，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早点休息。爷爷，不能吃！
这味道不对，像是这是妈妈之前跟我讲过的一种毒药。毒药？毒药？爸爸没事，这种毒药只有吃进肚子里才会有用，我们远远看着是没事的。萌萌，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中毒之后会怎么样？萌萌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能够从身体里坏的，那个叫器官衰竭。对，就是器官衰竭。怎么了，爸？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爸，爷爷。喂，李医生，赶快来书房，我爸出事了。爸，坚持住，医生马上就到了。爷爷，这是继母准备的。快看看，我爸怎么样？莫总，怎么样？万幸，这毒虽然能导致人体器官衰竭，但好在发现及时，完全能解。但我爸刚才并没有吃啊。这毒确实是和老爷子体内的是同一种，但这次没喝，那么先前一定投毒成功了。老爷子，你岁数大了，早该歇歇了。你岁数大了，早该歇歇了。原来你一直想置我于死地，没想到我一时心软，居然是姑息养奸，把豺狼留在了身边。老爷子放心，您体内残留的毒素完全在可控制范围内，我会加紧时间配置出解毒剂，相信您很快就可以痊愈了。等等，今天的事儿不能透露给任何人。既然他们想玩，我们就陪他演场大的。他们图谋的不仅仅是我的命这么简单，从6年前到现在，他们的野心从来都是权势。接下来，我们到时候你也有今天呐！爸，再忍忍。爸爸，爷爷很厉害的，要相信他。莫总，莫总，莫不要动。现在说这个咱们公司吧，对吧？这老爷子现在董事会这么重要的场合，莫董竟然破天荒的缺席了。就是啊，你还不知道呢吧？听说莫董器官衰竭，人已经快不行了。会啊？是啊，真的假的？哎，这莫家的天时要变了呀。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老爷子身体欠安，今天的董事会由我来主持。什么？这怎么行？莫夫人，恕我直言，这不符合规矩。是啊，是。就算董事长无法履职，也该由莫雨成莫总主持。您既无建树，又没有多少股权，恐怕
难以服众吧？各位好好看一看，我和石兔总共持股20%。区20%，你就想控股墨家，简直是痴人说梦。是吗，孙总监？那再加上我的15%呢？你哪来那么多股份？这些年我暗中收购的股份，就超过了那个老东西施舍的残羹冷炙。你背叛墨总！背叛？我们筹谋这么久，为的就是这个字。我们一家3口齐心协力，何来背叛之说呢？如果还嫌不够，我这里还有老爷子的34%，总共是69%。不知道够不够让各位闭嘴？既然大家没有意见，我现在立即宣布，罢免墨月山的董事长之位，由我来接任。这个位置恐怕还轮不到你来做。玉成，你还年轻，公司的事啊，就由妈来打理。是啊，玉成，现在木已成舟，你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是乖乖认命吧。是啊，大哥，你要是趁早跪下来给我舔鞋，我还能赏你口饭不行？69%，我倒是好奇，这个数字你们是怎么算出的？莫雨成，你是不是吓傻了？算数都不会？自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莫雨成，你笑什么？我看该好好看清楚。这个玉成，你少装神弄鬼！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你趁着我昏迷，利用我的指纹签署了转让协议，对吧？你不是已经……按你们的计划，我确实应该躺在床上等死了。不过嘛，毛毛早就发现坏奶奶在爷爷的牛奶里下了药，毛毛和爸爸已经将爷爷治好了。什么？小贱人，居然是你！既然你根本没事，为什么还要装作昏迷不醒？你耍我！不陪你们演这场戏，怎么让你们和幕后的助手原形毕露？爸，你听我解释啊，爸！老爷子，董事长，一切都跟我没关系啊，都是这个贱女人，都是她勾引我，让我做的这一切啊，董事长。废物，2个废物，没有担当的废物！我已经将所有的证据交给了警察局，你们的说辞向警察解释了。成王败寇，我认输。但是你必须要告诉我，那协议上的指纹是为什么会消失？爷爷，
爷爷，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萌萌，还有好多好多有趣的事要跟你说呢。那是妈妈研发的消寒剂，能让任何印记在72小时内消失。妈妈是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阮宁，又是阮宁，当初我就该了结了他。萌萌，不哭，妈妈在天上看着你，她一定会为你骄傲的。爸爸，我们为妈妈讨回公道了，对吗？你妈妈，萌萌找到爸爸了，也解开了您留下的所有秘密，您可以安心睡了。宁宁，萌萌很厉害，也很勇敢。我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长大的，你放心吧。萌萌，上次说了要给你带的草莓蛋糕，我可没忘，还特意选了草莓最多的。谢谢，爸爸，我们有家了，对吗？回家了。回家吃蛋糕喽！嘿嘿，吃蛋糕喽！